也许碎片才能让回忆展颜，何妨此花拼凑明天？谁带我寻获幸福的梦，却自己迷中困锁？谁为我留下缱绻的天涯？心无石墨顽强，思念如烟，它飞舞舌尖。若是真爱配着几分苦甜，欲念婆娑，时间里推磨，追随到何处才结果？烟雾正现，在晴空风边，肌肤女后将眼泪坠点，誓言斑驳，请我自是经过，风雨中且让我应不而挪。妈妈，该吃药了。帮着吧。啊，妈妈，听说你叫玲姐离开。玲姐在我们家20多年了。是啊，所以他应该好好的休息啦。妈妈，我知道因为月娘的事，你生玲姐的气，也生我的气。我不生谁的气，我就生自己的气。我气我自己看不开呀，都80岁了，还有多少日子啊？底下人不听你的，难道还听我的不成？连这一点都看不开呀，真的是老糊涂了。妈妈，我听你的，我们陈家从上到下都听你的，唯独这件事，唯独希儿的终身大事，我违背了你。之前我一再的叮咛，请来的姑娘都要平等对待，原来我的话没人听进去。妈妈，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，是我让玲姐这么做的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其实我早就知道希儿喜欢月娘了，可是我再三考虑，还是狠下心来拆散他们。就算你要责罚我，我也得这么做。为什么？菊香逃婚的事，妈妈你也知道吧？我知道，那个查理章背祖忘宗，还是个奸商呢。菊香不肯嫁给他，我心里暗暗叫好。话虽然那么说，可是我爹已经答应了查理章，连定亲礼也收下了。这件事让我爹觉得很丢脸，于是便断绝了和菊香的关系，从此不再认这个女儿。后来，菊香和一个日本人结婚了，那个日本人却突然在战前离开了新加坡，一去就是好几年。可是，菊香却在这个时候生下了月娘。妈妈，我知道，也许这是有人在搬弄是非。毕竟一个女孩子独自在外，哪有不招来闲言闲语的？再加上菊香又是个聋哑的，就更容易被欺负了。可是，有时候无风不起浪，就算人家要搬弄，也要有点蛛丝马迹才行啊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菊香命薄，在战火中死去，月娘便来投奔我娘家。可是我爹还在生菊香的气，原本想要把她赶走的。我娘看她孤零零的一个女孩子，便说服我爹把她留下。谁知道
他却到处跟人家说我们把他当佣人一样，还跑去跳井。跳井的人就是他？没错，我爹说家丑不可外扬，不敢让你知道真相，便说是个老女佣不小心掉下井。月娘是自己跳井的吗？虽然她口口声声说是意外掉下井的，可是却让人怀疑。我家那口井口不大，这么多年来都没出过什么事，可是为什么偏偏这么巧，就在妈妈你到我们家做客时出了这事呢？后来有个女佣告诉我，这是月娘使的苦肉计。苦肉计？那个女佣说，月娘就是看准了希儿的菩萨心肠，一定会下井去救她，所以才往井里跳。我开始也没放在心上，可是后来想想，希儿不是真的下井去救她吗？而且显然因为这样而同情起她来。如果她是想用这个办法接近希儿，那她的目的就达到了。还好希儿没事，要不然陈家的香火，我真的不敢想象。妈妈，我是个没用的人，我没能为陈家生个一男半女，我对陈家有愧。还好希儿没事，要不然我们王家怎么对得起陈家？好几个晚上，我都吓醒了，这也到天明。别哭了，起来吧。不，妈妈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月娘她不顾身份，整天悄悄跑出门去，在外抛头露面，结果招惹了一群流氓，还把她给掳走。这样的事，希儿知道了，到处去找他，反而被流氓绑架了。希儿被绑架？大家都怕你担心，所以都不敢告诉你。怪不得了，当时我就觉得你们怪怪的，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，竟然发生这样大的事。还好，希儿吉人天相，逃过了这一劫。追根究底，这都是月娘惹出来的。她不但差一点连累了希儿，也害了自己。月娘怎么了？美玉，你为什么不说了？我是不应该说的，因为这毕竟只是我的猜测，也许事实并不是这样。你就说吧。是。月娘被掳走的那3天，虽然她事后说什么也没发生过，可是实在难以令人相信啊！那些可是无恶不作的流氓啊！那3天里发生了什么事，真的是让人想起来也心惊胆跳啊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狠下心来违抗你的命令。妈妈，你可以派人去查一查，就知道我所说的没有半句假。我真的是为了陈家，也为了我娘家的面子，才这么做的。杨小姐啊，老太太，外怪龙地洞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劝他才好。月娘，快出去啊！我告诉晨曦少爷，你很快就要出去的，你别让人家等太久啊。你心里在想什么？告诉妈妈。
你担心我，对吗？你在想，如果你跟晨曦少爷走了，他们会更气我，以后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妈妈，傻孩子，别为我操心。妈妈最放心不下的是你。女人总是要嫁人，总是要生儿育女。你不可能陪妈妈一辈子，妈妈也不要你这么做。要是你能够找到好的归宿，就算妈妈是闭上了眼，也比得了无牵挂。我也是这样。快去啊！月莲小姐，你的行李啊！哎呀，真是的，还得怎么劝都不走，现在又急成这个样子。哎呀，月莲小姐。月娘小姐知道你来接她，开心的连行李都忘了。没关系，我来。不，我不跟你走。月娘小姐啊，你真的喜欢我吗？我喜欢你。你非我不娶吗？是，我非你不娶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不管是谁，都不能阻止你要跟我在一起。是。那好。如果你要娶我，就上门来提亲，或者来带我远走高飞。好，你等我。我等你。月亮小姐啊，我终于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？我明白这2天为什么你都不说话，因为你在想好多好多的东西。你不放心你妈妈，你也觉得对不起玉珠小姐，可是更叫你苦恼的是，你不知道她对你的感情，怎么说呢？他对你啊，会不会像梁山伯对祝英台，就算是死了，也会变成蝴蝶，双双对对的在一起？
哎呀，臭嘴巴、帅嘴巴，什么死不死的，一个臭嘴帅嘴，真是我这。别打了，已经是2个昂古贵了。昂古贵。哎呀，对，也该准备昂古贵了。为什么？办喜事啊，当然要准备昂古贵了。昂公菜，北八拜，我大嫂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来，干什么？最近少看到你，你去哪里啊？我去哪里？关你什么事？好，不说就算了。哎，最近有没有去采燕子窝啊？没有。哎呦，那太可惜啦！我本来想请你吃鸡腿饭的。我不要吃鸡腿饭，我要走了。那，除了鸡腿，我还加一个烧鸭腿给你好。不要，你就是要加烧猪腿、烧羊腿，我也不要。不要是吧？好，走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想骗我？我的，不要，快给我！你不要拿，这些是我的，你不要拿，是我的，我要给月娘的。干嘛给月娘啊？你是个老婆啊！你滚开你！住手！月娘，大傻，月娘，他抢了我的燕子窝。我都看到了，你真不是东西，骗得不成就用抢的。哎，我们彼此嘛。谁跟你彼此？把燕窝还给大傻。还给他，那不是便宜你？我起码请他吃鸡腿饭，你给他什么啊？陪他睡觉啊？你敢打我？就是你！不敢打月娘啊！别打了，大傻，不要打了！我打呀你还听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嫂子，你没事吧？谁是你嫂子啊？哦，对不起，是月娘姑娘。你们先走吧，这个家伙就由我们来对付吧啊。找死啊！我老大女人敢打？什么？她是老大的女人？你没有听到我叫她嫂子吗？啊！他利用傻子采集燕窝。因为这样，他和重要的店主起了冲突，当街大打出手。她一个女人有那么大的胆子？他有靠山，当地的流氓都叫他嫂子。嫂子？听流氓说，她是流氓头的女人。那个流氓头叫刘一刀。事做。听说五里坡的树胶园出现了老虎，还咬死了2个割胶工人。你会杀猪，会杀人，不如去杀虎，为这些交工除害。喂，你干嘛老是推我？好像有老虎哎。有刀哥在，老虎不敢出来的啦。哎，刀哥，我不是叫你们不要来了吗？我们担心你啊，你在这里啊整整10天了。你看，我们带吃的给你。刀哥，我看你就不要在这里守着了，女人的话哪里可以听的？刀哥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再说大嫂了，刀哥。
这怎么办？月亮姑娘呢？叫她快点出来！我们刀哥照她话，把老虎给打了，她非嫁给我们刀哥不可。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！月亮，这只老虎是我送给你的聘礼。那你们都听到了，我们老大刘一刀要娶月娘，大喜之日，你们都来喝喜酒啊！你呀，怎么好惹不惹，就招惹这种人呢？哼！真有这回事？是啊，京城在电话中说，那刘玉刀抛下老虎后，说了句“这是我送给你的聘礼”，转身就走了。这刘一刀不是杀猪的吗？怎么连老虎也杀了？不过这头虎杀的还真是时候，让那小野种去嫁给一个杀虎英雄，那谁也不能说我们亏待他啦。京城也是这么说，叫京城取了虎骨泡虎骨酒，补得很呐。娘，大嫂，快！妈妈说有事要和你们商量。什么事啊？看样子是成了。那真是亲上加亲了。是啊。喜儿跟他圣叔啊，到吉隆坡去谈生意了。本来是要等他回来的时候再说的，可是明天你们又要走了。我这个老太婆可没耐性等那么久啊。最好过2天呢，就能够把曾孙媳妇给娶过门，那就太好了。啊，大哥啊，这事和希儿商量过了吗？他的婚事当然是由妈妈来做主了。我帮他选的这位老婆啊，又漂亮又贤淑，他还能不答应吗？到底是娶谁呀？急死人了！妈，婚事是不是定了？老太太到底选了谁？瞧你紧张成这个样子，不管选了谁，只要能够跟陈家亲上加亲，那就是大喜事。有陈家这棵大树遮住啊，那你公公跟爸爸的生意就不用愁了。妈妈，你快说嘛，到底选了谁？他？这怎么可能啊？那老太婆肯定是瞎了眼了。你是不是要我把你嘴巴给封起来？妈，你们竟然同意了？难道你们忘了我曾是大姐吗？要娶也应该是我先嫁。珍珠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能让你委屈吗？爸爸的名门望族多的是，我们会帮你找个好婆家的。不，我就是要嫁给陈曦，她是我的，你休想跟我争。哎，你这孩子，真的是拿他没办法。别理他，回去好好准备当陈家的少奶奶吧。月娘小姐啊，太太、少奶奶和大小姐、二小姐回来了。我去做饭。月娘小姐，我听到一个消息，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啊？你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说吧。我听到少奶奶跟小涂家说二小姐她可能是我听错了，我再去打听打听啊。不用了，桃姐。玉珠被陈老太太选中，当陈家的媳妇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月
莲小姐，难道这一切早在你的意料中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他们呐，在陈老太太面前说了很多你的坏话，所以陈老太太才没选你的。这陈老太太怎么那么糊涂啊？不过她也80岁了，难免会糊涂的。不，陈老太太并不糊涂。如果我是她，我也会选玉珠。我知道，二小姐是个好女孩，可是陈系少爷喜欢的是你，这可是我亲耳听到的。桃姐，准备做饭了。男人呐，真的是不可以相信。还好我已经梳起不嫁了，要不然不知道要吃多少苦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不管是谁，都不能阻止。你要跟我在一起。是。如果你要娶我，就上门来提亲，或者来带我远走高飞。你等我。我等你。玉珠，上课时间到了。上什么课啊？你才刚回来，一定累坏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这几天都不在，你是不是偷懒啦？你一定是怕我查你，所以想把我赶走，对不对？谁怕了？放马过来吧。好啊，那我就考你 spelling。house。House。书 SHOE。grape。GRAPE。很好。那勇气英文怎么说 ？Courage。COURAGE。哇，看你信心满满的。好了，就算你过关了。月娘，你知道我和晨曦的事了吧？我们俩无话不说，我也不怕让你知道。我的确是对晨曦有好感。月娘，你不会生我的气吧？你这么说，我才生气呢。可是我对他没有抱着任何的幻想，我只希望晨曦可以把我当成好朋友，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的人是你。他喜欢你，他关心你。当他知道你失踪的时候，他的那种焦急，那种不安，让我知道他是多么的在乎你。所以我会去跟爸妈说，应该跟晨曦结婚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你别傻了，即使你说你不嫁，他们就会听你的吗？而且这不只是一段婚姻那么简单，而是我也不懂得怎么说。你不用说了，我明白，这更像是一场交易，只不过我们像是占了便宜的那一方。玉珠，你不用担心，
即使有一天你真的跟陈曦结婚，不用觉得对不起我。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，应该得到幸福的。月娘，这句话我也想跟你说。如果有一天你们有了决定，你千万不要觉得对不起我，你就和他去追寻你们的幸福吧。记得 ，courage， you must have courage。你一定要有勇气去追寻你的幸福。先生，打击。天蓝，坐啊。大气，我站着就行了。兰姨，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，你坐吧。刘一刀来提亲的事，你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那你怎么看呢？那杀猪的刘一刀，刘一刀已经不杀猪了，他现在是流氓头，一把刀要人命，人人都怕他3分。自从他杀了老虎之后，更是怕他7分。那一定是他喝醉了，才会上门来瞎胡闹的。我看不是。他今天又叫媒婆来提亲了，京城好不容易才把媒婆给打发走。他说明天会再来。再不给个答案呐，我们家得天天不得安宁了。这件事情在外头已经传开了，大家都说月娘是刘一刀的女人。胡说啊！哼，更难听的都有。有些甚至是不堪入耳。听说月娘被一条龙掳走的时候，曾经在刘一刀的家里住过。我想不必我多说，你也可以想象得到那些人是怎么说的。没有这样的事，不要这样说月娘。有没有都好，那已经不重要了。兰姨，我坦白告诉你吧，月娘不嫁给刘一刀是不行的了。可不是，一个女人的清白是最重要的。就算月娘没有做了什么败坏门风的事，可是经大家这么一说，谁还敢娶月娘啊？再说刘一刀已经放话了，说月娘是他老婆，就连他的手下也叫月娘大嫂。刘一刀连老虎都敢杀，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？月娘可是你的孙女，我们说什么也没用。最后还得由你这个妈妈点头才行。我去跟月娘商量商量。还商量什么？刘一刀是月娘招惹的，难道要我们全家陪她蒙羞吗？那明天媒婆来的时候，你叫她跟刘一刀说，我们什么聘礼也不要。菊香已经被我们赶出家门，他的女儿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，这门亲事我们是不会认的。刘一刀要人，叫他选个日子，把人给接过去。菊香，月娘。为什么你们俩母女的命都那么苦？这天杀的刘一刀，我那天还真的应该把他烫成烧猪，看他还敢不敢欺负人。妈妈，不要哭。我不会这样去屈服的，因为我是黄菊香的女儿。我倒要看看
不嫁刘一刀，谁敢逼我嫁？桃姐，我出不去啊！桃姐，桃姐，你不用喊了，桃姐不会来的。金花，少奶奶已经请二太太搬去隔壁房，还有不准桃姐再踏进后院。为什么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开门给我出去！门锁住了。为什么锁住门？少奶奶吩咐的。少奶奶说：“你不用再干活了，好好在房里休息吧。”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省点力吧，你再喊再叫也没有用。钥匙在少奶奶身上，我就是要开门给你，也没有办法。好，拿点吃的给我。帮你准备啦。你看桌上有饼干，有水壶，够你吃喝3天。少奶奶说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吃、喝、拉、撒都在房间里，不准踏出房门一步，直到你出嫁当天。出嫁？留一刀3天后来娶你。兰姨，求求你放了月娘吧，秀芳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你千万别这样说，你是我的长辈啊，什么求不求的？求求你，秀芳，我求求你，求你。兰姨，你比谁都清楚，虽然说这个叫我在当，可是上有公婆。再说，把月娘留在房里也是为了她好。万一她觉得她娘娘偷跑出去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有多危险啊！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，那后悔就来不及了。之前不是动不动就要把月娘赶出门吗？那时候你们可有这样想？再说你看看，刘一刀啊，连纳彩礼都送过来了，这个婚啊是没得反悔的。要是他3天后娶不到老婆，肯定会大闹一场。刘一刀啊，他连老虎都能打死，现在有一帮兄弟围着他，要是闹起来的话，那还得了？听说那些兄弟还放出话了，要是3天后娶不到新娘的话，就会一把火烧了皇家。有这样的事？他们是亡命之徒啊，杀人放火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。兰姨，把月娘留在房里，不只是为了她，也是为了皇家。要是皇家真的被一把火给烧了，你也会良心不安吧？毕竟这桩婚事也是您点头的。兰姨，没事的话，我先上去。认命吧，认命吧。二太太，你能认命，我也能认命，可是月娘小姐不能认命啊！难道你要眼巴巴看着月娘小姐被那刘一刀糟蹋吗？如果这是月娘的命，那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不，月娘小姐的命啊，不会是这样的。
我不管了，我要想办法把那门撬开，让月娘小姐出来。不能这样的，阿桃，不能这样。秀峰说的对，月娘会像她娘娘一样跑掉。要是刘玉刀娶不到月娘，放火烧屋，我怎么面对皇家的列祖列宗呢？不能这样的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的。小姨，哎，你妹妹不是在准备办嫁妆吗？怎么没去帮她？关我什么事啊？小姨，你要出去啊？不是啊，那你干嘛打扮得那么漂亮？因为我是女人，女人不管是醒着还是睡着，都要让人眼前一亮。可是像小英那么漂亮，最后还不是被男人抛弃？错，是我不要她，不是她抛弃我。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这么无知的话。哦，知道了。干嘛愁眉苦脸的啊？想要得到，就要不择手段去夺取，即使是自己的姐妹，也不要放过。只要你心软，你退缩，她就不是你的，明白吗？记住，即使是自己的妹妹，也不要放过。妈，我听说你把月娘锁在房里啊。那小野种的事情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操心了？你自己要操心的事还多着呢。过1、2天，陈家就会来提亲，还有的你忙。牡丹婆，嫁妆经理的给我办。那还用说嘛？穿的、用的、戴的，我都会打点的，一定啊会办得漂漂亮亮、体体面面、风风光光的。妈，那晨曦知不知道婚事的安排？你姑姑说，她过1、2天就会回来，到时她自然会知道的。那要是她……你担心什么？晨曦最孝顺的就是她走走，老太太亲自给她挑选的媳妇，她肯不答应吗？对对，这份合约你看一下。不必了，这笔生意既然交给你和你申诉，你们做主就行了。查理章以为他10拿9，想不到我们中途杀出，3天内就把合约签了。查理章一定恨我们恨到入骨，痛快，真的是痛快。大哥，哎，小沈，回来啦。查理章这个人心机很深，你们要当心点。我知道。你去看看你嫂嫂吧，她这几天没见到你，挂念着你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对了，顺便问你嫂嫂选好日子了吗？选什么日子啊？你的大喜之日啊，你嫂嫂已经有了决定啦。大哥，是谁？王家2小姐，一周。怎么会这样？喜儿，喜儿，快去找你周周，说他选错对象了。如果把你的眼神抹掉，就可以无视寂寞的炫耀。我想，我不会像现在这么糟。如果把走过的路都记牢，就可以面对短线的依靠啊。至少孤单不用如此的骄傲。不
期而遇的微笑，像扎根脑海的。